在我自己新买的衣服口袋里面掏出来了2只穿过的，哇，别的臭袜子，我操 ！Hello， 王炸，好恶心！这只手掏出来的，从这里掏出来的。别人不敢说，我来说。看视频。视频里这些女人也不是穷，就是喜欢白嫖，爱占小便宜。她网购个衣服吊牌不摘，穿几天拍个照打个卡，再给退回去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这全部都是我们女装退货的快递。哎，我真的很无语。就现在很多女生她买回去我们的衣服，她就拍个照，她就给我们寄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衣服上面蹭口红印、那个粉底液？最重要的是啥？我那天我们公司2个男生坐在那里拆退货，然后从一个女的吊带裙里面拆出了一条穿过的内裤。你知道那一刻有多尴尬吗？而且还贼拉味儿，好尴尬呀！于某英，你是我见过最奇葩的买家了。来这个湖南省长沙市的，你把我们的吊牌拆了，然后用打火机安在了你自己的衣服上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我都要向你学习了。来这种的，然后发了一件自己的衣服过来，还是穿了几年的吧，估计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衣服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，把你的自己衣服退回来给我们？我想不明白，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没有素质？你要不干直播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人心能有多险恶。在我直播间买的这个加绒芭比裤，但人家说你这有毛病，我说那有毛病指定得退呀，拿回来吧。邮寄回来一收到货呢，原装原盒，人家挺讲究啊，整的板正的。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哪有毛病啊。但是当我把这个内里掏出来一看，朋友们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就你把它给我退回来，你是想表达什么呢？你年轻呗，你没绝经呗？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搁这恶心谁呢？近年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，包邮退货、无理由退货等政策成为了部分消费者白嫖工具。在白嫖式退货的灰色生态中，有人只是为了一次出游、一场聚会，事后呢以品质问题为由退货，更有甚者直接退回了空包、调包假货，甚至利用退款漏洞一手拿货一手拿钱。但是这次我遇到的这个优质用户呢，可谓是好莱坞级别的。这位用户呢，从10月底开始在本店购买了近30多件商品，不用多说，这位用户的退货率高达98%以上。所以在上周我们跟这位优质用户进行沟通，让他把单号重新填一下，他就回了一个好的。直到本周2，我们发现不止1件商品乱填单号，而是数十件衣服乱填单号。简单来说，发的是空包。这样做人不怕遭报应吗？来，大家看一下无造性的一个垃圾，你看一下退货是怎么退的，并且这些都不是我们家的衣服啊，退错了。我们找他，他也不管不理啊，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了，他说快递搞错了。但是不管是谁家的衣服，我不相信商家是这样子给你发货发过去的，我不相信商家的每一件衣服应该都是这样子打包好给你发过去的啊。随便不知道拿多少年前穿的，也不知道是哪家买的。然后呢，好臭！这件衣服我从来没卖过，而且是湿的，非常的臭，是穿过的湿的，然后退回来的。今天又有一个退货，穿到整条裤子起球了，但吊牌还在，还没摘，然后给我们寄回来了。买了2条，一条 L 码的穿到起球，吊牌没摘，然后一条加大码的没穿过，我们给退了。然后我真的气死了。前段时间差不多从入冬以来，就冬天天冷了之后，每天基本上会有一个这种情况，穿洗过了寄回来的，就很经常发生。你们现在是真牛逼啊！这脑子是玩的越来越花花了。幸好快递员录音了。风快递来电。喂，你好，是风的到您快递新区的。是手机壳吗？对，你在底商哪里？
你帮我做一下签收，然后扔掉就好了。哦，还有个手机壳呢，还有一个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你帮我做一下签收，扔掉就好了。听见了吧？这个人说，你帮我把这个快件签收，然后里边是个手机壳，直接扔掉就可以了。这一波操作真的很牛逼啊！我也是女人，可是我为你这样的女人感到。看看我干干净净的沙发垫，白白干干净净的沙发垫，你回去给我用成黑的，用成脏的，你给我申请退货，用了2个月，给我申请退货，回来还给我带了印上一朵小红花，一片垫子20-30块钱，用脏了你洗洗，或者大不了一次性扔了，再买一个也没有啥，你不要懂成这样子，你给我退回来，这样子真的太难看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没有。家人们，我真不撒谎，老臭了，就这包一打开比炸药包围的都大。这女孩，家人们，这俩衣服是一个女孩退回来的啊。这个呢，她买了3个月，她说质量不好，我说质量哪儿不好了？她说有线头，她说有线头质量不好。为什么叫以命相搏呢？因为当时她穿3个月，咱说不能给退。这姐说你不给我退，我现在就站在10楼，我马上跳下去。这姐啊，行，就那你说都这么说了，咋整啊？我说白了，咱说咱爸妈辛苦养这20来年，你因为一个59.9块的裤子不给你退货，穿3个月，你要从10楼跳下去，你是那狠人！看看一家电商退货，1天退回1万多票。面对买家超过80%、90%的高退货率，许多商家纷纷将新衣吊牌做成了 A4 纸大小、密码锁等等，企图降低消费者磨蹭后退货的可能性。我真没招了，刚拆退货，一个60多的 T 恤，宝贝儿，咱这么喜欢就留下来，能怎么样？你都给我穿的都是酱油了，为了把它穿出门，也是煞费苦心的。他把我的领标一边自己剪刀拆开。另一边没拆开，因为我们用的全都是透明的鱼线缝的，它这边是白线缝的，因为这个它不能去掉。你有这脑筋，咱多赚点钱，然后把喜欢的衣服留下来不行吗？你能把衣服的吊牌剪了吗？不能。我刷跑车。难。来了，开车撞你来了。那你们一直叫我换大吊牌。这也太大了吧，我都不好意思挂。我姐妹们，我刷到一个视频，说商家都换了吊牌，结果我真的收到了，吊牌真的有这么大啊！可以，这个我是不退的，他家衣服我一直穿很好，真好哎。现在这些人都是心灵扭曲了，防伪扣都挂在这里，也好意思穿出去，穿的脏死了啊，洗都洗不掉，而且里面都是血还是什么的。这些人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网购衣服以后自己在家穿几天，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又把它退回去的，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不然现在的卖家不会把吊牌做那么大，做那么醒目，肯定是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。其实我是挺支持卖家这么做的，因为我不想我收到的衣服是别人穿过很多天退回来的衣服。这是我们的鼠标垫吊牌，如果想穿着吊牌出去，就是这个效果。鼠标垫拿掉之后，就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了啊。中国在服装行业，女装的退货率极高，消费者退货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的。一方面呢，有女性消费者表示，现在买衣服越来越难买到想要的，经常是买10件退9件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一些商家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找了模特来试穿，拉高了消费者的期待。而消费者到手的衣服，要么有色差，要么尺码偏小，要么是面料款式不对。不过呢，对于大部分的女装商家来说，这次大吊牌措施主要是针对穿了就退的这种恶意行为。近年在中国大陆，恶意退货加大了商家的成本，部分承受不起的商家无奈选择退出市场，甚至欠款跑路。而留下的商家，有些为了应付高退货率，
不得不选择提高售价以维持利润，而这也导致了商品性价比大幅下降。有分析指出，在商家自身产品没有提升的前提之下，单纯依赖大吊牌等手段减少退货的问题呢，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。另外，任何一种正常的经营策略，在中国都可能会受阻，因为它的根本是建立在一个有人性、有道德的社会基础上。但现在中共治下的大陆，道德急速败坏，不拿信用当回事儿，更有人积极的钻营、投机取巧，因此导致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。也很容易的拔出来，准备一个就是针啊或者是尖的东西，它这儿有个小口，给它把这小口敲松。好了，然后轻轻一拔就开了，学会了吗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